想聊一聊看一看这个美股英特尔的中长期走势。那么这里我们要先假设几个问题。第一，英特尔从月线上来看，当前所处的这个震荡区间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形态？那么最近的这一次从25年3月份的低点 17.60 美元左右开始的上涨，它到底是推动浪还是反弹浪？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也是假期倒数的第2天。那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频道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在以往的周线和月线当中，我们去发掘波段操作的机会，同时也会提示风险。那么今天要说的这支票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大周期去划分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前期从它上市之日起开始，最低点，这是完整的走完了第一波上行趋势，完整的上行趋势。那在这个上行趋势结束之后市场从这个2000年一直到2025年年初，它都是处于一个大区间的一个宽幅震荡。那这个宽幅震荡整体来看，它运行的一个结构，它走出的是一个平台型。这个平台型的结构，按照我们以往的结构划分，它就是一个335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 A 浪走了 A1、A2、A3，B 浪反弹是走了一个 B1、B2、B3，C 浪走了一个 C1、C2、C3、C4、C5。可以说这一次整体的调整全部结束了。那后期从这个新一轮的低点开始，这个低点是位于 17.67 美元，它也就是说进入到了新一轮的上行走势或者上行趋势当中。那按照目前整体上涨的这个幅度来看还远远没有达成预期。我们可以把最近的这一波下跌的黄金分割划分一下，可以看到当前运行还是刚刚触及到 0.382 的位置。那如果说按照月线级别的大周期来看，比如说这里是大 A 或大 E 浪，那这个黑色段的3波调整结束之后它就是完成了一个大 B 或者是2浪。那当前我们处于这个阶段 17.67 开上的这个阶段，它其实就处于这个大 C 或者是3浪的初期3浪的一个初期，也就是后期整体向上整体运行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当然整体向上运行它除了空间比较大，它也是需要时间来走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这波 B 浪反弹也是从09年一直运行到了20年用了整整11年的一个时间，价格呢是从这个12美元左右涨到了69美元左右。所以这次的整体上涨它依然会保持一定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处于大 C 浪或3浪的一个初期，就认为它会很快抵达上方的压力目标都是需要时间的。当然我们看到的目前是月线整体的一个结构。当然如果你日常操作你只是看日线比如说我们在9月5号给大家会员约稿的这个港股宏腾精密，当时给出的是看涨的思路。那这种短线的票的话，它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整整从这个大概3.7块左右翻了1倍，在这个1个月的时间里面它就翻了1倍的这个空间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怎么看待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周期？那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回来当前我们认为它是处于这个大 B 或2浪的初期。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再次从更小周期的周线图，我们来看一下当前是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那这里的走势大概率它是会运行一个次级别的一个5浪推动形态比如1、2、3、4、5。等这个走势全部结束了，它可能才是完成了大 B 浪或者是大 C 浪或者是大3浪的当中的第一个次浪次浪1。所以当前整体向上看空间还是有的空间幅度还是有的。那么我们继续在此处用一下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按照目前这个格局走势来看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目标分别会看到 0.5 的位置 43.40 美元，或者说是618的位置 49.50 美元这就是2个位置 43.40 以及 49.50。
所以这一波从周线上来看的上涨初期的第一个子浪一应该还没有运行完毕啊，还没有运行完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更小周期，因为我们现在划分它是处于子浪一当中的1、2、3啊，子浪1杠3的这个阶段应该还没有走完。那么我们从周线天图来看一下，从天图的走势来看，目前蓝色段的这个子浪3还没有运行完毕啊，其内部结构大概率也是会出现一个5波推动的这样一个结构形态，来完成阶段性的一个走势。所以从短线的交易思路来说的话，我们只需要划分最近的这一波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当前下方所处的这个支撑。下方的支撑两处位置，第一处是位于 0.236 的位置啊，这是位于 35.20 美元，另一处处于236和382中值的位置，此处的位置大致是位于 34.10。也就是说，短线的交易思路我们需要等待回落到 35.20 到 34.10。如果出现日线的底分型十字星的话，我们是可以考虑参与这个子浪3当中的最后一个第5波的上涨。最后的上涨目标可能会刚才所说的看到这个51%线的位置啊，51%线的位置大概是在 43.40 附近。那么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35.5涨到43，大致是有8美元的一个空间。那下方的防守呢，我们其实可以考虑把 0.382 这个点位让开，比如说你放到 32.50 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用大概 2.5 美元的一个左右的一个防守空间来博取上方8美金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预期目标那它的盈亏比是大于1:3的，这笔短线交易是合适的。至于后期蓝色段的子浪3运行完毕之后，那么必然会面临一次子浪4的调整。那么届时我们需要等待这个浪3运行完毕或者子浪1当中的这个子浪1杠3运行完毕之后，我们到时候会拉取整波的一个黄金分割，到时候我们再考虑下方的这个支撑位于哪里，可以选择2次的一个埋伏的一个波段，周线波段的一个交易，因为毕竟最后这个第5浪整体的上行幅度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票近期如果看好的话，可以重点的去跟踪一下。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美股英特尔的整体结构分析，以及当前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后期短线的交易机会和波段的交易机会。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